欢迎收看小老婆汽车资讯网，我是大魔王 Singer。今天呢是雅马哈2025年 NMAX155的媒体试乘会。那这个呢是 YE-CVT 的版本啊，当然台湾只有进这个版本了啊，就是最顶规的部分。那今天呢会很快跟大家分享几个重点。第一个是这台车到底骑起来怎么样啊，就是在刹车、加速跟操控的部分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大家也非常想知道的，就是这个 YE-CVT 到底用起来怎么样，耐用度的跟结构到底是什么状况。那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重点。外观部分呢，我想大家已经看过了哈，所以我就不特别琢磨。但是有几个重点，我想跟大家再提醒一下。第一个是呢，它这里的灯，头灯的部分呢是使用鱼眼投射式的大灯，那亮度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，不过这造型看起来其实有一个 M 的感觉，Max 家族其实蛮好看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它侧面的这个飞标回力标造型，跟空滤的这个设计是一体的，所以你会看到它是一个这样的形状过去，非常好看。那我觉得这是雅马哈比较厉害的地方，就是说在外形的设计上，它是一体性的设计。那当然这台车是黑色的，所以这个回力标部分不明显。如果是其他车色的话，那这边是银色的，这个回力标造型就非常的好看。那再来就是尾灯的部分呢，他说尾灯像一个 N， 就是这样子过来，这样一个形状。那骑乘的部分呢，这个骑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手呢很自然的放下。那大家如果特别注意到的话，我觉得雅马哈的车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呢，我手自然的下垂放下去之后，就是很正常的，它不会像是这样握，它是这样子握，很自然的就是这个形状。那这个也是一般骑车我们推荐的一个骑姿哈。那有些车如果它的设计不是这个状况下，你可能就要稍微手开一点，那它就是很自然的，这骑起来是舒适的。然后斜脚踏的部分呢，刚刚好。所以如果你在骑长途的时候，这样的姿势是很舒服、很放松、很自在的哈。那当然，这个车不会有所谓后面这种战斗骑姿，因为它的设定就是属于这种长途啦、休闲啊比较舒适的状况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就讲到这个龙骨的部分哦。我讲很多说 NMAX 不喜欢的原因的消费者中呢，会觉得这个龙骨是一个限制，因为不能放东西，怎么样的哈。但是如果比较有经验的车主，他会知道说，其实雅马哈之前出过一台车叫 Majesty 125，比较久之前了。那个车很多人喜欢啊，那时候虽然有龙骨，但是一样是卖得下叫，因为那个操控感，尤其你在转弯的时候，进弯刹车感受上跟没有龙骨的比起来，真的是不太一样。那这个骑过就知道优点在什么地方。那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取舍，如果你的速克达是要载东西，那当然或许龙骨你会觉得比较在意。那如果你喜欢那种操控感，你喜欢骑车的感觉的话，那有龙骨的车其实骑起来真的是蛮好的。置物箱部分呢，也顺便分享一下在这里这空间看起来并不是很平整。那因为它为了那个 YE-CVT 的结构呢，稍微做了一些调整，所以有些地方会稍微有点凸起。那不过我们实际上测试放一顶那个秀仪的 J-Force 4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如果说像是 Z8 那种帽子的话呢，稍微小压一下才可以进去，但是大概就是一顶安全帽，然后一点小空间可以放一点雨衣等等，大概是这个状态。所以如果你需要做那种长距离旅行的话，可能加个后箱应该会有更多的空间可以使用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，以我来说，我的身高、我的腿长来说171，腿长73公分，再稍微小垫一下。那这边呢，它没有做太多的内收不过一点点所以大概是这样，我觉得是还不错。操控的部分呢，我个人真的觉得它在过弯的感觉非常的稳定，非常的顺畅。但是它毕竟不是那种运动型的车款，所以倾角不能跟那种车来做相比。那我自己骑的结果呢，虽然说它13寸轮框比较大，但是会磨到中柱这个位置，左边那右边呢，我们来看右边这里，它是磨到这种排气管的前段这个触媒的地方，大概会是这个状况，这会是倾角的比较大的极限。那操控部分呢，我想我还是再提一下这个龙骨的地方，因为大家觉得有龙骨，或者说有些比较我们看那种比赛车这边会加一支嘛，大家觉得说加一支是因为刹车的时候比较不会内缩，其实不是。其实你会发现，当你在做重刹车的时候，你的龙头是往前移动的，因为轮胎会减速嘛，所以这个龙骨是拉住你的龙头，不要这样变化。
让你的前后轮的距离变化不要太剧烈。所以，尤其你在重刹车进弯的时候的感受上面，我觉得是跟没有轮毂的车其实是真的是有差异的。那再来，我们就要讲到这台车的重点，就是 YE-CVT 的部分。那我们看到左把手这里呢，第一个是有一个 Shift 的按钮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退档。其实说真的，它这个所谓的1段、2段、3段，有一点点，我觉得会有点混淆，会有点 confuse 哈。因为第1段、第2段、第3段其实是减1、减2、减3的意思，因为你的段位越多，它的档位是越低的。所以呢，你就这样想好了，它的退3可能是1档。退2可能是2档，退1可能是3档，这样有没有很难懂？其实很难懂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回来讲这个哈，它的部分呢，就是第一个有3段 Shift 可以调整，在这里可以看哈，1、2、3，那2个模式 S 模式跟 T 模式哈。那 T 模式呢，我之前以为是那个旅游模式，但是他们说是烫街道模式。那 S 模式呢，就是运动模式，这很容易理解。那每一种模式下，引擎的轴输出动力没有差异，这个我跟他们的那个研发人员再确认过。这部分 S 模式跟 T 模式的动力输出，尤其在轴的部分是没有差异的。但是因为它的转速变化是不同的，所以在后轮的输出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实测的结果呢 ？S 跟 T 模式的转速大概差1000转。比如说我在 T 模式的时候，引擎转速4500转 ，hold 着不动。我按下这个 Mode 键改成 S 模式之后，它会自动爬升到5500转，大概1000转的差距。好，这1000转的差异呢，就会对后轮的输出、后轮的动力推力就不太一样。那 YE-CVT 的部分呢，就是说，不管你在 S 模式、在 T 模式下，你都有3段的 Shift 可以使用。比如说，你今天在一个长下坡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会越滑越快，越滑越快。这时候你就按着刹车嘛。可是呢，有了这个 YE-CVT， 你就可以按着 Shift 去退减1、减2、减3，让引擎刹车来帮助你固定在一个特定的速度下面。那很有趣的点就是在长下坡下，比如说我可以按2下，退2，它就一直 hold 着这个减2的状况下，就一直往下维持着速度往下滑，除非你动了油门，它才会解除。T 模式也是一样，或者是你在上坡的时候，你今天我需要比较快的加速，我可以按1下或2下来做这种加速的补偿，帮你做更好的加速的这种感觉。就是说我需要巡航的时候，我就是用 T 模式，转速比较低，顺的骑。好，那补油的时候，如果你今天真的大开油门下去，它一样会自动先帮你退到减1的方式，让你加速，然后再修回来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，自己按也可以。如果你今天就是要跑3，你就是选择 S 模式，转速就比较高一些。如果还不够，自己按，就是这种状态。那这个呢是 YE-CVT 的优点。接下来是重点，我觉得这套系统很棒，但是需要习惯。比如说我们在 S 型弯道的时候，那我们需要一些加速，所以我们就按着 Shift， 我们 hold 着油门。但是呢，出弯之后到进下一个弯之前，我们是会稍微收油门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呢 ，YE-CVT 就自动解除了。那你会发现，你在前一个弯道跟下一个弯道之间的牵引力就会不一样。那这个时候你就稍微需要习惯一下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因为它的侦测是根据你油门开度去做释放。我们刚刚讲说，你在长下坡一直下滑的时候，它会一直 hold 着你 YE-CVT 的档位。就是说你在长下坡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今天是油门全放的状况下，你用 Shift 按减2，它就会一直 hold 着。但是你稍微一碰油门之后，它就解除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它设定的部分。那这边就是需要大家特别习惯的地方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一般在骑 CVT 这款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很自然的在弯中，比如说我今天补油进弯，然后呢在弯中会稍微收一点油门再加，去控制那个速度，控制倾角。但是这个时候 YE-CVT 就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比较，它可能不知道你的状态，因为它只要侦测到收油，它就会解除。所以，比如说我进弯的时候，我直接按2下或按3下，退到3，那时候的加速性很棒，转速是高的，牵引力也高。然后我在弯中稍微收一点油门之后呢，它突然就解除了，就变成就自己进档了。那这时候是不是后轮牵引力会不一样？所以会有一点点，你会有点紧张，因为你感受到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这个也是大家习惯的一个地方，关于这个 YE-CVT 啊。那另外一个是我在试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呢，
当我们在全减速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你的一般的 CVT 在你全刹车的时候，如果你油门有确实放掉，比如说油门有确实放掉，在刹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哦，我就是刹车，引擎没有再加推力了。但是 YE-CVT 因为它咬得很紧的关系，所以就算是你油门全放在全刹车，你会觉得引擎好像有给你一个推力，在帮助你往前推啊。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地方。我觉得，因为没有实际上测试，我们不知道说这样的距离是不是会变长或等等的状况。但是这确实是我感受到不一样的地方。那顺便也提说，当你在全刹车的时候，7CS 是会闪的。它真的到这个你在急刹车的状况下，它会自己帮你引擎降动力，让你距离更短。另外一个大家我想应该非常有兴趣的部分呢，就是到底这套 YE-CVT 系统呢，到底耐用度怎么样？到底机构看起来怎么样？那我们去那边的引擎解剖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那关于这个 YE-CVT 的部分呢，他们这边有准备了一颗就是有稍微切开的这个 CVT 结构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我想我要先说明一下，因为我本身呢就是 Suzuki Burgerman 650的车主。那时候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，Suzuki 就推出了这种叫做 SE-CVT 的系统。那所以我对于这个系统当然应该说算小有了解啊。那因为有自己骑过那个状况，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。第一个，我们大家看一下这边，它是没有普利珠的。那所以好，大家很清楚，它这边全部都是电控的方式，它没有普利珠，但是它有大弹簧，用这种方式。然后你会注意到呢，它前面有一个感应器，后面也有个感应器去侦测转速。那转速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前盘的位置是大还是小，后盘位置是大是小，这部分呢它是全部电控的状况。然后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就是，你看这里，它全部都是钢制齿轮，所以耐用度上面呢是比较好的。如果有骑过 Burgerman 650的人，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再来呢，就是大家在下面一直问的问题，就是说，那这样的系统到底寿命会不会变短啊？因为你就是一直按啊，一直在退档、进档，一直玩这些东西。原厂工程师告诉我说，他说这套系统对于整个 CVT 的寿命来说，甚至会比传统的 CVT 来得更长，蛮惊讶的。他说，其实因为传统 CVT 它是用机械式普利珠嘛，然后大弹簧嘛，所以呢，当你的保养不是这么的确实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普利珠可能磨损，然后你的大弹簧可能软掉，皮带可能因为用久之后变窄哈。我们先不讲皲裂状况，它可能会变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都会造成你的传动的打滑。但是现在有了电控的关系，所以它会一直去把皮带的张力维持在一个最佳的状况下。不管你是加速、稍微回油、全回油，再突然加速，甚至中按的状况下，它都会去追皮带的这个张力最佳化的状态，让它保持随时都可以加速的一个现象。所以，因为皮带打滑变少，所以效率就变高了。甚至保养里程可以比之前来的更长啊！当然他们是没有这么说明啊，但是他们是说那个所谓这种耐用性的部分呢是不用担心的。而且这套系统你知道吗？其实是台湾开发的，台湾的 YMRT 工程师他们先做这个系统，然后才在印尼的 NMAX 上先发表，然后在全球，然后才到台湾。那为什么是其他国家先发表呢？因为台数不同嘛，因为你像印尼一年100万台的 NMAX 就卖出去了。那这个系统其实在全球都是缺车的状况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渊源。那这套系统大家就会很问说，到底能改什么？我刚刚大概问了一下他说，如果你希望你的加速跟尾速表现更好的话，当然普利盘其实不太容易改了，因为它这个就是做的跟一般我们的不一样嘛。所以你能改什么？改皮带长度，所以你的低速跟尾速的范围就会不一样。当然这个套管也没得改，反正就是改皮带长度是 OK 的。那只要不要碰到原厂的，比如说最高转速的状况下，你的表现是会提升的。所以如果喜欢这种科技感，喜欢这种电控的 CVT 的话，其实或许可以试试看。刚刚看完了 YE-CVT 之后呢，这台车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，我觉得让大家分享一下。来看这里，就是呢，它的 Garmin 导航系统。
之前这个系统呢，只有在 Xmate 300上面有，那现在 MS 155也有了，而且它是用 Garmin 的方式来做导航。那我们想说，它的连线方式也很方便，它就是用手机，你先查好你要去的地方之后呢，一键渗到它上面，它就可以导航了。那当然，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有这系统的时候要配好蓝牙耳机，所以你可以听到很清楚的前面300公尺左转，前面500公尺之后右转等等的导航方式。而且除了这个多功能系统之外呢，你还可以直接看到你的水温、你的速度，那甚至天气预报或是说接电话、听歌、上下一首等等都可以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那所以这样一台 MS155 YE-CVT 版本呢，就是有我们说的电控 YE-CVT， 然后有15cc 的动力，有科技感的 Garmin 跟这种配备，所以让你在通勤、让你在旅游的时候都非常好用。那甚至呢，想要稍微小跑一下山路也是可以的。好了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这台 MS155 的一些说明跟介绍。那如果有什么想知道、想问的、想了解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我会尽量跟原厂询问，然后来回答大家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影片内容，喜欢的话欢迎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跟小铃铛。我是大毛新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